你知道漫威电影宇宙的整体时间线吗？或许很多人会认为故事是从2008年托尼被绑架开始，不过还有人觉得是上世纪40年代美队自愿参加超级士兵计划的那个时候。但我想告诉你们，以上提的都不是。其实漫威宇宙跟我们生存的宇宙一样，都是从大爆炸开始，真正的起源有几十亿年甚至几百万亿年的历史。但最令人佩服的是，漫威竟将这么庞大的时间线做到了无缝连接。可能现在就有人疑惑了，他们的时间线到底是怎么样的？别着急，为了让大家有良好的观感，我收集了大量资料，等你看完后也许会更喜欢漫威。废话不多说，现在就进入今天的主题。故事还得从无限宝石的创造开始。正如收藏家在银河护卫队中所解释的那样，在公元前138亿年，无限宝石是由宇宙大爆炸而形成的6个基点，然后分散在各个地方。接着就是公元前8000万年，天体 Ego 诞生了，也就是星爵的父亲。在获得自我意识后， Ego 会在自己周围创造物质层，最终形成一个数百万年的新星球。公元前2万年，一块含震金元素的陨石撞向地球，并来到当时还未曾开发的非洲大陆，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也改变了非洲当地的植被。在几千年前，正如我们在雷神2中发现的那样，被诅咒的马勒基斯围攻阿斯加德，但最终被奥丁的父亲布利击退。虽然我们不知道它具体是何时发生的，但可以从壁画中看到下一个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，正是奥丁与他的大女儿海拉一起征服9界。在这个时代，雷神之锤是从一颗快垂死的星球中锻造而成的。早在索尔之前，海拉就将他带入了战斗。等征服9界之后，他并没有停止自己杀戮的天性，导致奥丁极其反对，以至于派出女武神去阻止，但最终全被海拉摧毁。唯一幸存的女武神逃离了阿斯加德。随后奥丁把海拉囚禁在另一个维度，并抹除了他的所有痕迹。在那之后，奥丁和斯嘉丽有了一个儿子索尔。紧接着他杀死了冰霜巨人劳菲，并收养了洛基。两兄弟在互相调侃下成长。He transformed himself into a snake, and he knows that I love snakes. So I went to pick up the snake to admire it, and he transformed back into himself, and he was like, "Yeah, it's me," and he stabbed me. 咱们继续回到非洲大陆，被震惊撞击后，其中有位战士从巴斯特女神那里获得了力量，并建立了一个被称为黑豹的王国。从此之后，这个地区被命名为瓦坎达。然而在瓦坎达的统一和20世纪之间，并没有发生太多的事情，也没有相关的视频素材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忽视。在此之后，电影中看到的第一个大事件就是复仇者联盟的到来。原来在漫威电影宇宙中还有如此精彩的时间线，等你真的了解了，或许才能体会到什么叫精髓。现在就来跟大家具体聊一下。时间回到1942年，一名被称为红骷髅的纳粹军官创建了名为九头蛇的分裂组织。随着宇宙魔方的发现，他单独建立了一支技术先进的军队。在头一年，史蒂夫自愿接受超级士兵计划，这个实验最终有了效果，让他拥有了当时漫威最强壮的身体。但当血腥创作者被暗杀后，这项研究也就随之丢失。军队刚开始并没有让这唯一的超级士兵参加战争和冒险，而是给史蒂夫起了个代号，命名为美国队长，主要作用是当代言人出售战争债券。最终在共同的商讨下，史蒂夫成为了一名活跃士兵，而且手下还有一支军队，名为嚎叫突击队。在一次任务中，他最好的朋友巴基不慎从悬崖的火势上摔了下来，美队以为他牺牲了，但实际上巴基被苏联军队拘留，并洗脑成为代号冬日战士的超级刺客。而九头蛇这边在尝试使用宇宙魔方后，红骷髅被吸入虫洞，但不知为何去了遥远的沃米尔星球，并做起了灵魂宝石的守护者。接着镜头转向美队，他将一架轰炸机撞向北极，以防止九头蛇的阴谋摧毁纽约。至此，在外人眼里，他被推定为死亡。谁也不知道这一冰封就是66年。虽然1945年到1955年之间，漫威电影宇宙的情况相当平静，但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。比如卡特还继续为战略保护工作。首先1946年在纽约，然后1947年与霍华德·史塔克，也就是钢铁侠的爸爸，一起在洛杉矶工作。大约在同一时间，苏联培养了第一批刺客。此后不久，美队从2023年，也就是复联4回到过去与卡特重聚。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，他继续与斯塔克一起从事情报工作。通过国防部的帮助下，斯塔克工业成为世界领先的武器制造商。到1970年，他们和其他著名人物，包括九头蛇博士朵拉，都在神盾局总部工作。但在1972年，朵拉不是死亡，他的意识被存放于神盾局的超级计算机里，继续为九头蛇提供政府信息。此外，汉克·皮姆也在这里工作，通过比尔·福斯特的协助下进行了皮姆粒子实验，这也使自己和妻子成为了第一代蚁人和黄蜂女。1974年，霍华德·斯塔克发起了斯塔克工业博览会，展示了未来之城，将打造由房屋大小的反应堆提供动力，而且还在建筑的排列中隐藏了一种新元素的结构，这也使得在以后托尼更方便创造。1980年，伊狗来到地球，遇到梅雷迪斯奎尔，并坠入爱河。9个月后，他的儿子彼得出生，也就是星爵。1987年，珍妮特和汉克·皮姆试图阻止苏联的导弹，意外进入了量子领域。1988年，星爵母亲死于脑癌。其实这一切都是伊狗植入的病毒。在他去世后，星爵被一群称为掠夺者的外太空分子绑架，从此他度过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童年。Yondu is the guy who abducted me, kicked the crap out of me so I could learn to fight, and
kept me in terror by threatening to eat me. Eat you? Yeah. 1989年，汉克·皮姆离开神盾局，成立了皮姆科技公司。也是在这一年，空军上尉卡罗尔自愿参加光速发动机的试飞。当他们被克里人击落时，卡罗尔不得已引发爆炸，想就此同归于尽。但没想到宇宙立方赋予了他不可思议的力量，同时也抹去了所有记忆，最终被一名克里士兵带回了老家。与此同时，在其他星球上也发生了重大事件。灭霸来自泰坦星永恒族，他常年痴迷于平衡，当开始寻找无限宝石时，几乎灭掉了星球上的1半人口，而且还偶尔绑架年轻的幸存者，将他们训练成超级士兵。如果角色年龄与原著设定相同的话，那么正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收养了卡魔拉和星云。为了把他们训练成宇宙级别的刺客，灭霸经常让两姐妹互相打斗，输的一方就要将身体一处换成机械，但很可惜，星云一次都没有赢过。你知道在创建复仇者联盟之前发生了怎样的精彩故事吗？时间回到1991年，苏联派冬兵刺杀了霍华德·斯塔克夫妇，也就是钢铁侠的父母。至此，21岁的托尼无理由接手斯塔克工业公司，而斯坦恩则担任 CEO。但托尼不知道的是，斯坦恩正背着他与恐怖组织进行走私交易。1992年，瓦坎达国王特沙卡前往加利福尼亚州，通过调查发现自己弟弟竟把震惊转卖到黑市，最终在争吵中亲手杀死了他。弟弟的儿子埃里克是整个事情的见证人，从此复仇的渴望一直埋在心底。1995年，卡罗尔仍然对地球没有记忆，在逃离斯克鲁人之后，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，与神盾局合作。特工尼克·弗瑞阻止了斯克鲁人入侵地球，但事实证明克里人才是最坏的。他们的最高指控者罗南正在到处破坏，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无限宝石。京队意识到只有战争才能平息这一切，最终他全力以赴击退了克里人。在此过程中，一只外星猫划伤了特工尼克·弗瑞的左眼，使其失明，这也正是他在其他系列戴上眼罩的原因。在鲸队返回太空之前，他给了尼克·弗瑞一个紧急情况召唤机。再后来，尼克·弗瑞受到鲸队以及这些外来物种的启发，他开始尝试规划一个重大的计划，没错，正是创建复仇者联盟，以应对外星人入侵和大规模威胁。在这几年，九头蛇依旧在继续观察神盾局以及美国各级政府。2008年，剧情终于到了漫威电影宇宙初代，但这并不是第一阶段。当时托尼在中东展示他的最新武器，结果被名叫十环的恐怖组织绑架，而且还被斯坦恩揭露了托尼的才智。在被监禁时，恐怖分子强迫他和银森博士一起为他们制造武器。而另一边，布鲁斯·班纳博士正在重建超级士兵计划，他没有使用厄斯金的生命射线，用的却是伽马辐射，在自己身上进行测试后，每次愤怒时都会变成一个狂暴的绿色怪物，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绿巨人。时间线继续回到钢铁侠，在制作的过程中，托尼发掘了一个小型的反应堆，不仅可以用它来稳定胸前的装置，而且还提供了动力，让这个铁桶战甲也变得有伤害性。最后，托尼靠马克1成功逃脱。It's impossible. Tony Stark was able to build this in a cave with a bunch of scraps. 回到美国后，他改建了战甲，并以残酷的方式消灭了十环组织，而且还击败了斯坦恩的铁霸王战甲。随后，托尼当众公开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I am Iron Man. 这也使得尼克·弗瑞带着复仇者联盟的建议找到他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漫威电影宇宙的所有起源。再接下来就到了第一阶段，因为素材原因，目前只能干到这里。关注我，下期跟大家聊聊漫威电影在第一阶段到第3阶段发生了怎样的精彩故事。